实体的甲型。这个款的话，我们要来演示一下宫廷风蝴蝶的这个9号蝴蝶。那9号蝴蝶，好了，首先我先用一个粉透色啊，一个透粉的这种颜色，就比较少女的一个颜色，在甲片上先刷一半的位置。好，先刷一半的位置。好，先刷一半的位置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就是用这个扫帚笔啊，就这个渐变笔小扫把，然后用笔毛放平，在甲面上轻轻的往上扫，往下扫，做出渐变感。这种透色是很好去做渐变感的，只要你把这个渐变笔放平，往下扫拉就可以了。好，让它有一点微微的渐变感就 OK 了。然后拿去照灯，照灯时间30秒。这个小扫帚笔你们在用完了之后啊，就我说一下怎么去保存。用完了之后，你可以或者是你等一下要换颜色了啊，你可以用这种美甲棉片蘸上酒精或者是清洁水，把笔毛擦洗干净，把上面的黏黏的胶擦洗干净。擦干净了过后，然后在皮肤上左右蹭毛，把毛上面的酒精水分挥发掉啊，让它挥发掉，然后捋一下笔毛，让笔毛这样子散开，根根分明，成一种蓬松的状态啊，不要让笔毛粘连到了一坨啊。所以说这样在皮肤上蹭的这个作用是让就是酒精挥发的更快，同时也是让笔毛散开。好，然后过一会儿它就变得这种又根根分明了啊，然后你就可以接着用了，或者是放回去下回再用啊。然后跟这个颜色我们照完灯之后，好，粉透色照完灯之后，我们再拿一个透裸色刷到指尖，一个这种透裸色，然后或者是白桃乌龙的颜色就不是那种偏粉的颜色了啊。好，给它刷到指尖，就呈现一点点那种小渐变的这种底色，就非常纯欲的一种底色。好，也是刷甲面2/3哦，刷甲面2/3，可以把那个上半部分的那个粉色稍微遮盖一点点，然后用这个渐变笔，扫笔，轻轻的放平，把这个颜色看到没有？这个颜色这个色块分界线这里，对，给它扒拉一下，让颜色自然的渐变过渡。好，然后拿去照灯，然后底色的话就打成这样子，我觉得就 OK 了，就是这种就是微微的纯欲感啊。照灯好，然后这个底色照完灯之后，这一款的话，我要让它的我想让蝴蝶立体一点，所以说我这里用白色胶要先给它打一个底。你拿出白色凝胶或者是白色彩绘胶啊，然后拿出拉线笔、勾线笔，好，拿出勾线笔。取白色胶，把蝴蝶的形态勾一勾，来看一下蝴蝶的形态。对，昨天我们才上节课才演示了，就是这个蝴蝶的形态啊，别忘了。好，在我们的甲片上方、甲片后缘，也就是我们的中间分部啊，分中上的位置这一块区域，我们去画蝴蝶。指尖这块区域给它做留白。好，先笔上取上彩绘胶，最开始我们要先给它来一个啥呢 ？X 对不对？好，先在正中间画一个 X， 中上的正中间啊，画一个 X。好 ，X 就定位了每个翅膀的方位，大概把它的位置定出来了。中间画一个中线，然后你再看一下，你再观测一下这个会不会有点太，就是说有点太靠上了呀？这些，你可以先把形态勾一下，勾出来之后你再看。好，它的蝴蝶上面大翅膀蝴蝶啊，轮廓线是一个 S 型线。好，看一下高度，两侧高度一致。好。下面先来一个窄窄的弧度收进来，然后再来一个圆圆的弧度，好，收回到中间水平线这里。我画的好小啊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好，然后小翅膀比大翅膀稍微收进去一点。好，收一个尖儿。
比较接近指甲的后缘位置。你知道这个弧度的话，线条的话，我们可以拉下来一点。好，然后它中间身体的部分，到时候中间身体的部分，就尽量的给它往下拖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到时候就可以以饰品镶嵌来给它操作。 OK， 我觉得是好看的，我觉得这个构图是好看的。如果你们觉得蝴蝶太小了，你们可以再画大一点，或者再画下去一点。我的话就是主要因为这一款蝴蝶的形态啊，我为什么把身体给它拉这么长，主要就是有一种魔法棒效果，就是说可以在这种长的这种又长又窄的甲片上去进行构图。对，它就可以就是翅膀在我们的后缘上半部分，然后呢身体往指尖去延伸，因为这种甲片也比较长嘛，比较窄，那么构图的话就很适合这种棒棍型的这种形态啊，在甲面上去构图。你说再宽胖一点的甲片，对吧？就很适合去放它。中梯型甲片是很适合去放它整个的。好了，然后这里的形态我们给它勾完了之后啊，不知道形态怎么画的，去看一下前面我们课程里面啊纸上的演示。好，然后这里把形态给它勾完了之后，要给它填色。要把中间颜色给它填上，填上了照灯，照完灯之后，我们再用水彩去给它进行上色。白色，我用这个小花笔啊，小雏菊笔给它填色。把中间用彩绘胶填满。对，白色上面水彩呈现出来的颜色会更立体、更实一些。好，小翅膀。小花笔就跟画花瓣，就跟画雏菊花瓣一样，几笔就给它收进去了，对吧？从外往内拉，从外往内拉，好了，可以了。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拿去照灯吧。照灯，彩绘胶照灯时间60到120秒，一定要给它完整的照干哦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刷封层的时候它是会糊的，然后你刷出来它就有那个白色的那个浮胶。好了，拿去照灯。彩绘胶照完灯之后，我们先给它上一个水彩磨砂封层啊，水彩磨砂封层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用水彩在这个白色的框架基础上给它上色。好，水彩磨砂真假全涂。好，水彩磨砂真假全涂，不用考虑到包边啊，只需要在甲面上刷满，把彩绘胶的地方刷上就可以了。好，刷完了之后拿去照灯，照灯时间的话，我们控制在，照灯时间控制在60、120秒，让封层完全照干啊。好了，照灯。等磨砂封层照完灯了，现在已经照干了，我们要开始给它上水彩了。所用到的配色啊，咱们都给大家放到这个纸面上了。去看一下这节课，去看一下蝴蝶9号这节课是怎么操作的啊。所用到的颜色是哪些颜色？都是调色盘上有的颜色啊。这个那个粉紫色，还有粉色、肉粉色啊，然后珠光色的黄、珠光紫、珠光粉，还有一个月光白、珠光色，都是这些颜色。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在甲片上进行操作吧。好，擦一下笔，用湿润的笔，首先去取上这个粉紫色，就这个肉粉色调了点紫啊，这个紫色调了点肉粉色，笔尖上取一点点紫色，在我们的翅膀尖尖上去进行压笔侧推，做出渐变感。好，先把颜色往它尖尖上放，好，压笔侧推，好，压笔侧推。侧推到这个大翅膀下方，这里颜色就消失啊。你不用管它翅膀尖上，就是说这个边框颜色整不整齐什么的，因为等一下是要填那个的，是要做立体金属边框效果的。好，这个尖尖上颜色先放到尖上，好，压笔侧推。好，
绕下来，让上面翅膀尖上面呈现紫色的这种渐变啊，紫色渐变。然后下面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用粉色了。好，下面就直接用这个肉粉色。好，肉粉色少取一点。在大翅膀的下轮廓下边线这里渐变上一点肉粉色。好，跟这个紫色连接上啊，肉粉色和这个紫色衔接上。别取太多了，你根据你这个图案的大小来看一下铺色的大小，再来决定你的笔尖取色。他走了，他走你的小翅膀这个尖儿，小翅膀这个下面这个尖尖啊。好，渐变上一点粉色，主要看我放颜色的地方，上色的这个地方。好，下面这个小翅膀这个尖儿上颜色看一下是从哪里从深到浅过渡的啊？颜色深浅变化是定在哪个位置的？好，对的，间色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一点那个，再来一点这个啊，这个杏花儿，这个杏花这个颜色取一点点即可，一丢丢，毛尖上取一丢丢即可。好，干嘛嘞？在大翅膀和小翅膀这个交界线这里，对，好，渐变一点这个杏花这个颜色往身体这个地方颜色推过去。好，往身体这个地方推过去。OK。这个蝴蝶啊，这个蝴蝶水彩铺色的地方，铺色的地方我们就搞定。现在去把线条大概勾一下，勾线我们要用哪个颜色呢？深棕色，对不对？好，勾线我们用深棕色。翅膀尖尖上，好，浅浅的勾回向身体中间。好，然后边框勾侧边线边框的时候，你再说一下。侧边线边框的话，先细细的勾过，先细细的勾过，勾回到身体，然后哪个地方加粗呢？就是它这个大小弧度这里，你的尖角肋尖角这里加粗。好，这么去勾啊。这个都是在纸上有讲解过的。如果说没有看纸上的演示的，去看一下9号蝴蝶啊，课程9号蝴蝶。好，然后它的骨架是怎么画的来着？骨架是最简单的一种画法，对不对？那骨架的画法，这个款的骨架的话是3号 Y 字形，再加上2号这个圆弧线啊，圆弧线就这个单线、双线都可以，带一点微微弧度的这种线条，然后结合上这种 Y 型线条，就带茬儿、分茬儿的线条。好，看一下它的骨架是怎么画的。来，这个 Y 字从哪里连过来？从这个位置，这个三角尖尖这个好小线条连过来，好分茬儿分到身体中间啊，这里就是一个 Y 字。好，分茬，一个 Y 字，然后呢，再从上边缘和下边缘，上边缘轮廓线这个地方，好，画一根弧线搭过来，下边缘这个地方啊，好，画一根弧线搭过来，那它的骨架就画好了。这里为什么要用棕色先把它的骨架画出来，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后面好去分配那个珠光色的空隙，珠光色的位置。然后下面的这个小翅膀的地方就很简单了啊，微微的勾一下啊，就加粗的地方在哪里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尖角、小肋尖角这儿，好，往中间这样勾回去就行了，勾双排线吧。好，然后加深尖尖的位置，对，加深尖尖的这个轮廓，线条从身体这个地方出来的线条可以加粗一点，然后过中间变细，然后到翅膀尖儿这里加粗。好，然后转角弧度转角这里那个小三角这个小分叉这个地方加粗。好，一根粗线条旁边你可以加一根线条变成双排线。好，大翅膀和小翅膀这个分界线这里啊，靠近身体这块一定要把线条加实一点。好，
然后它的身体我们可以先用棕色给它打个底，等一下再用金属色啊，再用金属去勾衬那个魔镜粉。中间画一个圆形色块。好，中间画一个圆形色块，头顶画一个圆儿啊，脑袋上面画一个小圆儿，上面一个小圆儿啊，当做脑袋，下面中间翅膀交接处，也就 X 线的中间部分一个大圆儿，当做它的身体。然后线条的话，属须也从外往内拉，根据翅膀弧度带点小弧度，从外往内拉，浅勾一下，定个位置啊。然后屁股这里的话，好，拉一个水滴。浅浅的往下勾下来，到时候这些地方全部做成金属线条的啊。这里棕色我们只是先走一遍线。边框结构给它画好了之后，它整个结构感就已经出来了。然后结合上珠光色，来水彩珠光色，珠光黄、珠光紫、珠光粉啊，再加上这个月光白，有。我先把笔打湿，取一下这个，打个嗝。我先把笔打湿，取一下这个珠光紫啊，就化开了，直接取用就行，动作快一点。珠光紫放在哪个位置嘞？放在这个翅膀尖尖上紫色区域。就点放上去，好，点放上去，压笔尖点放上去。好，好了，已经有了。已经有了。美得很。珠光色它是要在某些角度才能够看得到的啊，普通角度你可能看不到珠光色，但是一堆到光的时候，光照到它的时候，某些角度就可以出来。所以说珠光感它是一种含蓄的莹莹波光的那种感觉。好，然后这个粉色，好，粉色给它上在有粉色的区域，比如说这儿，来下面，好，有粉色的区域，然后小翅膀，好，粉色的珠光上好了之后，黄颜色的珠光黄。珠光黄上一点点，在它靠近小翅膀、靠近身体的这块地方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再用那个珠光白啊，就是这种月光白啊，就珠光色当中的这个月光白，它就是这个白色的透透的贝壳色，不带采光的那种啊。好，用这个珠光白。往这些就是色块空隙的地方点一下，就感觉给它带点鳞片感。往色块空隙的地方安排一点进去。好，有那种鳞片感就可以了。不要加太多，然后珠光色加完了之后，我们给它底胶封层啊，整体底胶封层，剩下的就是做隔离地方了。假装我已经上过底胶了啊。我们水彩操作完了之后，先上一个这种防翘底胶啊，防翘底胶整甲全涂照灯30秒，30秒结束了之后，我们给它来一个魔镜粉专用的这种隔粉磨砂啊，隔粉磨砂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蹭粉嘛，你要蹭魔镜粉的话，下面为了让魔镜粉不要在甲面上到处蹭，而且下面我们这个水彩磨砂是挂粉磨砂，你蹭魔镜粉的话，你整个甲面全都是浮粉，全都是粉。就不干净，你要想让魔镜粉蹭到你想蹭到的位置上去，那么下面一定要有一个这种隔粉专用的啊，这种磨砂封层。好，隔粉磨砂在甲面上整甲全涂，将甲片进行全方位包裹啊。这个封层是可以作为最后一层封层去使用的。就它可以作为就全部都结束了，作为最后一层封层去使用。它也可以就是说根据它的特性，它也可以说就是在魔镜粉之下去作为一层隔层封层使用。好，
擦好了之后，拿去照灯，照灯时间啊60到120秒，一定要让它这个封层完全的照干啊，一定要完全照干。好，拿去照灯。隔粉磨砂照完灯之后啊，隔粉磨砂照完灯之后，我们要给它蹭金属线条边框。画这个边框，我要用到黑色浮雕胶，也就是微雕胶啊，黑色浮雕胶，黑色微雕胶。然后呢，我们用这个黑色，为什么要用黑色微雕胶？首先，第一，微雕胶能够做出微立体线条啊，会让线条有立体感，然后它又是黑色的，然后又是免封层、免洗的。免洗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蹭魔镜粉，免洗类产品可以直接蹭粉。然后再加上它又是黑色黑底的，黑色的话，我们去蹭魔镜粉，魔镜粉出来的质感就很好，比你在白底上面或者透底上面出来的质感。比如说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这个是用白色微雕胶啊，这个是用白色微雕胶勾的线条，这个是用黑色微雕胶勾的线条，然后同样都是蹭的这个粉，同样蹭的这个颜色的粉，然后你看它们两个白底和黑底出来的质感，是不是黑底出来的质感会更强烈，就金属感质感会更沉重一些啊，会更丰富厚重一些，然后白底出来的这种魔镜粉效果的话，它就会更清爽一点，颜色会浅一点。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就是需求来吧，你想要勾浅一点的，还是说这种质感强一点的啊？我是要用黑色来勾，我是比较喜欢黑底上面的魔镜粉呈现啊。拉线勾线笔啊，勾线笔取黑色微雕胶，根据我们刚刚棕色线条部分去给它勾一下。胶珠先从蝴蝶的尖尖翅膀上，好看我怎么去勾线条的，宝子们，看我怎么勾线条的。线条不是画死线啊，线条一定要有粗细过渡。好，笔尖的胶珠先放到翅膀尖上面，好，提笔，慢慢的提笔勾虚线，勾回到身体中间。然后翅膀尖上面拉一个小尾巴尖出来。变成一个两头尖儿、两头虚、中间实的这种感觉。好，笔尖上取完这个微雕胶之后，是不是带小胶珠？小胶珠就放到翅膀尖儿。好，然后立笔勾虚线、勾细线啊，立笔勾细线，勾回到身体这里来。好，然后一个小尖尖勾出去。看到没有？线条要画的灵动飘逸一些。在里面，好，边边上浅勾一下，然后这里，好，浅勾一下大翅膀、小翅膀的弧度。胶珠，笔尖上刚取出来的雕花胶、微雕胶都会带一点小胶珠。你刚取完之后，你看笔尖都会有一点胶的堆积，有个小胶珠。小胶珠啊，落就要落在我们需要加粗的线条的地方。然后笔尖上没什么颜色了之后，才用笔尖立笔去勾小虚线。像这块这边就勾得很好啊。这边的话，这块地方有个胶珠，这块不好看。擦掉就好了。棉片加酒精擦掉就好了。重新勾过来。好。还有下面小翅膀的位置，小翅膀的位置也是，这块加粗，还有这个尖尖这儿。对吧？勾回到身体。你看，其实我边线没有包得很死啊，我的线条都是有虚有实的。那有虚的地方，有实的地方，有勾框的地方，那一定会有漏缝、留缝的地方。不然的话，哎呀，你包完了之后出来就很死板啊。线条勾得太规整了，包的图案包得太完整了，出来它就是很死板，灵动感就直接被你框死在里面了。再加上图案它又很小又很复杂，所以说适当的给它保留一些。然后中间的骨架部分的话，浅勾一下啊，勾细线，虚虚的勾一下。这个时候可以，甚至你都可以直接从边缘的线条上面拉一点颜色出来，浅勾一下轮廓就好了。从这个 Y 字形线条交叉这儿起笔，然后从边框线条勾回来。好，中间骨架线条一定要勾虚一点，不要勾太粗了啊。小鼠须更好画了。好，笔尖取一坨小胶滴啊，笔尖取个小胶滴，然后从它的这个小须子这儿，好，压笔尖提笔勾回来。你看它的小须子就会有那种鼠须的感觉。就会从粗到细。
好，压笔尖勾回到脑袋。我们画这个蝴蝶的须须的时候，都是从外往内拉的啊。然后头部这里点一个点儿，好，头部这里微雕胶点一个色块点，提笔走，提笔走，让它有一种立体感。等一下蹭的粉才明显。然后中间身体的部分，好，点一坨稍微比头部大一点的小圆点儿。好，提笔走，它会有立体感的，看到没有？像微雕胶，它就是这种微立体感，看到没有？在甲面上微高于封层的高度。然后小屁股，好，提笔勾虚线，收笔的位置压笔尖定个小胶珠在这儿。对，画一个水滴状的这种液态小胶珠在这儿。点饱满，我点了一坨胶在那儿，让它饱满一些。到时候这根线上面我贴一点钻，然后上下贴一点小钢珠贴一点小钻小钢珠，这条线上就很奢华了。好，点胶珠，提笔勾上去。点胶珠，提笔勾上去。好了，勾完线条之后拿去照灯，也是照灯60到120秒把线条完整全部都要照干。照干了之后我们才来蹭粉。这个黑色这个线条微雕胶线条，你得先画完之后得照干，照干了之后因为它是免封的免洗的，照完了之后你才能去蹭粉没照干的话蹭不好粉的，它出不来镜面效果。所以说也是照灯60到120秒，完全照干了再蹭粉。这个黑色微雕胶线条照完灯了好，抹镜粉拿出来，不要蹭，不要取太多，我一般都是取盖子上取一点点。小刷子，好，小刷子准备好，取一点点，盖子上取一点点粉就可以了，不要取太多了，取太多了整个到处那个粉到处飞。好了，一点点就行了蹭，好，蹭，把黑色的线条全部蹭成这种金属感的。好，看一下蹭满没有，线条金属感出来没有？好，蹭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，都不忽略。好，蹭完了之后，你可以用你的手指你可以用你的干净的手指，用酒精擦过的手指，好，把上面的粉擦一下。好，就蹭掉多余的粉你也可以用一个干净的那个蹭粉刷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拿上小手刷、小刷子，扫一下残留的余粉。OK， 你看这样子，我就只有线条的地方有磨镜粉，甲面上就其他地方就没有留下磨镜粉了。然后呢，给它底胶封层底胶整甲纯涂照灯，封层整甲纯涂照灯。我这里的话用免洗封层。或者是日系硬式封层硬式封层就是可以做一点厚度的封层，硬一点的封层，把这个甲面涂光滑，让这个立体感的金属线条，要把立体感做出来。甲面上凹凸不平的，你会影响到它的线条立体感、金属感的涂饱满一点，它的这个金属感才会漂亮。好，看一下。好，进灯之前因为封层刷的有点厚，进灯之前倒置一下让胶倒置一下，从四周回流到中间，指尖这个地方最好是不要有堆胶，往上提一提，对，不要堆在指尖。差不多还好，没什么堆胶。然后呢，倒置完了之后，你再回正进去照灯好，这样子它的光圈会比较好一些。照灯，接下来的话贴饰品，给它安排一个这种香槟色的小平底钻，贴在头顶。香槟色小平底钻贴头顶，对，在后缘这个位置，我们去做一下上下的延伸香槟色小平底，然后呢，来一个这种海盐风格、海盐色的这种小马眼。它飞了，这可是我买了个新镊子呀！它视频里看着老好用了，但其实好像也不怎么好用呢。我感觉这个，再来找一个小马眼这儿，好，小马眼或者小菱形方那种都可以。好，底部粘胶，饰品底部粘胶，好，提起来。
好，放到这个屁股尾巴后面这根线条中间。好，有时候镊子上会拉丝，会拉上那种就是粘钻胶嘛，然后你就围绕它周围去包一下，直到那个丝拧断了，你再退，你再收走。不然到时候甲面上就拉得脏兮兮的。好，剩下的话就是镊子，就是去取一点这种小钢珠了。小钢珠，0.4、0.8这些都行啊，就这种很小的小钢珠，点缀过渡一下钻的上下，因为你只是贴钻的话，感觉有点突兀。小钢珠最好是就是说你先要用多少，你先拿出来，然后在那个粘钻胶里面360度无死角的去打个滚儿，去滚儿一圈，然后你再取出来贴，就很方便了，就没必要一夹一颗去贴一颗，你看这多麻烦。在钻钻的上下啊去衔接。小钢珠我一般都是360度无死角的裹一圈胶，然后贴上去。就是你尽量就是说贴准位置，就尽量不要拨过去拨过来的，在甲面上就不会显得脏。如果说你老是拨动它，就调整它位置，然后那粘钻胶就弄得到处都是，周围一圈就很脏，就不干净。所以说你先确定好位置，你先预判一下位置，然后你再往下放。比如说你看你要放的时候，你先调整预判一下位置，好，然后确定了，然后你就直接放下去，放下去，慢慢的好收。如果说有轻微的偏移啊那些，你就轻微的去调整一下它就可以了。好像一个魔法棒哦。好漂亮啊！所以说，我觉得宫廷风的蝴蝶真的好美啊，你们觉得呢？因为下面这根线长，所以说我可以多给它贴一个小钢珠，而且可以中间留一点空隙。主要还是因为甲片瘦长嘛，所以说我们主要还是去做的上下延伸，不管是那个饰品还是线条，都是想把甲片上下视觉引导一下。好了，那拿去做灯吧，这款真是太美了，太美了！给大家看一下珠光色、珠光效果。就是在某些角度你就会影射出那种贝壳珠光，然后因为我们用了好几个珠光色叠在里面，所以说它就会有那种就是说那种贝壳饰品那种。给你们形容不出来，我比较词穷。好，反正好看就行了啊，好看就行了。它带到大拇指上面，那就这样子的，或者是在中指上来一颗。好了，我拿去照灯。